需要的同学可以到这边打开字幕，也要记得把倍速播放调回来哦。你一定也常常不知道要练什么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Hello， 我是郑源，我打鼓已经超过20年，教学也即将迈入第12年。我今天整理了10个必备的练习，让你可以整盘端去跟着练。我把它分成5个等级，让你可以慢慢的从协调练到即兴。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从 Level 1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练习基本的鼓棒控制，从单点和双点开始，分别练习之后，把它们连起来。目标呢是要让声音听起来一致，听不出来现在你用的是单点还是双点的手法。接着练习8分音符和16分音符的转换。8分音符的部分可以分别用右左右左单点，全部都右手，或者是右右左左双点来变化。16分音符都用单点，模拟我们实际上在鼓组会遇到的情况。第3个练习可以试试看单点的规律渐强和渐弱。先设定一个速度和小节数，在这个限制以内，用单点从最小声打到最大声，再回到最小声。目标是不能因为音量变大就变快，变小就变慢哦。在这边我设定的小节数是4小节，速度是110，所以我必须花4小节的时间，从最小声打到最大声，再花4小节的时间，从最大声打到最小声。最后一个练习则是把前面练过的基本功都加上左脚踩 Hi-Hat 数拍。如果加了左脚之后都还能稳稳的打，就代表你的基本功已经练得非常熟练，像反射动作一样，随时都可以用出来咯。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资讯量有点大？如果有着谱可以跟着练的话，那不就太好了？没问题，我已经把今天会用到的10个练习整理成一份 PDF 档放在下面，你只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免费下载咯。如果你觉得这份谱还不错的话，记得到底下留言告诉我。Level 2的一开始，我们要活动一下双脚，顺便找到在鼓上面的平衡感。目标呢是强化我们的思考和脚的动作的连结，可以试着用脚来踩单点右左右左的动作。反过来左右左右也试试看。接着是双点右右左左。也试试看反过来的左左右右。最后一个你猜到了吗？就是 paradiddle 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这边踩的都是8分音符哦。手脚协调的第2个练习就是要把手的部分加进去啦。那我们的脚踩的 pattern 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我们在这边把它全部连在一起。手的部分就加上单点右左右左的 pattern。在这边我们要练习的是手和脚的声音要完全合在一起，同时出现。这个也是平常大家练习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。接下来的4个练习也是环环相扣的，所以呢，会比较建议你能够跟着老师一起练。那如果你在台北的古亭附近的话，我也提供1对1的课程，报名体验课的方法就在底下资讯栏，欢迎你来跟我一起打鼓咯。Level 3开始就会有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啦。首先我们会从轻重音开始练起，轻重音的选择和使用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音色。
那音色也是形成你个人风格的一个主要元素之一。可以从16分音符的重音位移开始练习，然后试试看3连音的重音位移。我们位移的方法很简单，都是从第1下移到第2下，然后第3下、第4下，以此类推。如果想要进阶练习的话呢，也可以把重音变成2个或是3个等等。在练习之前，也可以把它的手法先写下来，比如 up、down、4 或者是 tap。接着就可以试试看用轻重音来即兴啦。这边我用的是16分音符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小鼓的轻音，也就是 ghost note。在谱上面，我们就会把它括号起来，表示这个是 ghost note。在 groove 里面，常常会打在16分音符的后半拍，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小鼓切分。借由练习不同位置的切分，让我们能够在即兴的时候随时变换我们想要打的节奏。手的部分练完之后，记得还要加上大鼓一起练习哦。一起来即兴看看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前面2个练习的内容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groove 加 feel 的循环练习。那我们这边的格式是3个小节 groove 再加1个小节的 feel， 所以呢，你可以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。这个内容可以是即兴的，也可以是先想好再把它打出来。为了让大家知道我接下来打的这一段是怎么样生出来的，我刻了这个印章，只需要把 ghost note 还有大鼓的节奏填上去，就大功告成啦。现在才是地狱的开始。应该刻的印章其实是后面这个才对吧？写的我手好酸啊。最后只要把重音填上去就 OK 啦。大家在打之前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出来，会比较清楚哦。最后一个练习是最简单，但有时候也是最难的，那就是找一首歌来打。这首歌可以是你曾经很喜欢的歌，你一直都很喜欢的歌，或者是你只听过2-3次，很喜欢但不知道怎么打的歌。有的时候重新听那些以前的歌，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，看看其他人的打法，也有可能让你产生一些新的想法。无论如何，都是要让你的鼓声跟音乐重新产生连接。因为如果只练鼓不听音乐，不跟着音乐打的话，很容易就会失去对打鼓的热情。更何况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是因为喜欢的音乐而开始接触鼓这个乐器的吧。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回去打那些自己很喜欢的歌，才有办法把暂时失去的热情和动力找回来。这样的感觉如果能够留在练习的最后1秒，也可以让你更期待之后的练习哦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把自己的练习录起来，不管是给自己听或者是给老师听，都可以帮助你马上发现有问题的地方，随时调整练习的方向哦。在这边预告一下，我们12月每周的直播会带你一起练滚奏，从零开始到最后可以打成像这样。虽然没有完全保证最后能够练成那样啦，因为每个人练的状况不同。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每周6一定要准时收看直播哦。